我们现在就是很多设备解决不了啊，它技术难。不要看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一个浴室柜真的小，很简单。对，设备是一样，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是小很多，在加工难度上比出衣柜要大，相对比较麻烦。做难而正确的事情。你在这整个行业里面，其实当时做前后端一体化不成熟的，在整个卫浴行业都不成熟，它技术难，但是具有挑战性。一定要做到在卫浴行业迈开这个先例，走到第一步。其实全屋定制它是一个很大的范畴，定制卫浴属于全屋定制里面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板块。定制卫浴这几年其实是从全屋定制上面研发出来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因为浪金成立1994年，它是起步在南庄，2002年应该是买了三水这个基地。当时我来的时候，当时负责这个浴室柜，我负责这个品类。到了10年的时候，差不多150人还跟不上我们的这个供货量，其实压力是蛮大的。因为这几年的话，环境的变化，包括整个宏观的趋势的一些变化，现在的年轻人消费趋势，那慢慢的就转向我对各方面的颜色需求，你没办法满足，风格没办法满足，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就推出定制。定制在浪金来讲，当时我们的定位是任意定制。浪金以前就是18年成立项目，19年这一年就是在软件上面显形吧。2020年的话，可能占比就不大了，还是几个点。但2021年就不一样了，我们占了30%，占体我们的单体量占了30%。我们去年的光定制这个小板块，差不多的这个订单这一块就差不多做了1个多亿。那这样的战略调整，其实对浪金整体来说有没有一些比较向上的发展？肯定的，那我们以前的常规卖得很好。现在我们首先第一在满足市场和消费者的需求，那定制我们就多元化了。那它首先第一，它选定的浴室柜的好，那它肯定就会带动其他单品，因为在浴室柜它的颜色，它是定家里的装修风格，这个在全行业都大家面临这个问题。这个浴室柜是至关重要的环节，所以在这一块是明显的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增长。当时我们也选了好几个厂家的软件，那最终呢就三维家第一，在行业里面的影响力在这里。第二，三维家在广州离我们这里也很近。针对我们浪金的全国有1500多家的专卖店，那每个店面的话，我们都希望配备一个专业的设计师。那我们的三维家它也是在不停的升级自己的软件的元素，以及升级各种各样的操作的方法。对于我们现在的一些设计师操作来说，非常的高效快速。那第二个角度是针对我们消费者而言，通过了我们的一些升级以及我们的一些软件的培训的话，那设计师可能2-3分钟他就能够把这个设计好的图片出这个真实的效果图给到我们的消费者。据我了解，因为我们有客户做了很多定制家居品牌嘛，他们都是双软件运行的终端，第一先做效果图，再做 CAD 图。那当时我想的就是，因为在设计师资源这块的终端来讲的话，它不仅仅是成本，也是稀缺的，不太多的。所以在7月份的时间，我就与你们的技术人员就沟通，我说我未来的目的一定要达到就是一键拆单。佛山办的这个负责人过来跟我沟通，他说我们三维家也想这样干。其实我们就当时打了一个配合，是2019年年底在我们的经销商大会年会上面发布的时候，我就讲了这个，我一定要做到在卫浴行业迈开这个先例，走到第一步。确实我们也做到了。你在这整个行业里面，其实当时做前后端一体化不成熟的。卫浴来讲，它整个定制这个浴室柜来讲，它还是属于传统的这种模式。跟你们合作的时间，其实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或波折的。从软件的调试、前后端，卢锦昌在这一块的话是做了很多的付出。前期的话，在对接过程中落地的时候呢，就我们不知道怎么建库，内部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个反反复复的工作，但是后面在三维家有提供一些建库的一些指引还有一些我们的模型的一个搭配方式。三维家来说给到我们的一个支持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手工化的嘛，那现在我们直接提取三维家里面的 XML 文件，然后提取出来，我们去抓取它的数据，然后再通过三维家他们菜单出来的文件做一个 MPR 的
数控的文件，然后我进行我产品的一个开料啊、封边啊、排孔之类的，然后通过这软件的数据化的运作，就可以很快的去把一套柜子做出来。我们以前的做飞镖就常规的，我们以前飞镖的产品，我们的交期去到30天到45天，那我们现在的一个交期基本上去到20到25天。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针对我们工厂内部的工程师的一个工作效率的一个提升。当时我们很担心，就是做定制这个板材利用率会下滑，但是实质上没有下滑。就是我们你不叫下滑，叫降低嘛。对。因为当时大家都想到就是说这个板按照这个定制一块大一块小嘛。但是我们忽略就是我们软件可以自动把我们的剩余余料用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规划。我们整个错误率的话就是1.5左右。1.5左右。100套可能有1.5套这么一个不超2，还是控制挺好的。那板材利用率呢？就相对以前的怎么样？板材利用率在这一块的话，我们现在跟那一个裁板软件平衡在一起，应该提升了有2个点吧。精益求精，高端的、有爱的一个团队。定制卫浴也是这几年才开始正式的在市场上蓬勃的发展。浪金的话，它在4年前，它就感知到这一种年轻化的发展，所以无论是从它的产品以及对于我们整一个团队而言，都需要时刻的保持这种年轻的心态。然后我觉得在浪金做事也好，我们产品也好，都追求一个词，就我精益求精。只有我们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提升，我们产品才会更容易满足现在消费者的需求。从这几年从定制整个转向过来，浪金走了28年，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目标。首先第一个就这几年定了一个就是方向，就是我们一定要定做中国最好的卫浴空间，而且打造国民能用得起的一个民族品牌。我们高端不是说我们价格卖多贵，而是让大家能普及，所有人都能消费起的这样一个高端品牌。